前辈，您觉得是何人所为？楚风看向摘星道长，在他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便也只能向这位大人物求助。天龙界灵师，在皇府天族出现前，乃是传说，就算现在，也绝对是屹立于浩瀚修武界最顶尖的人物。但经过深入调查后，面对如此可怕的景象，纵使摘星道长也是面色惨白。对于楚风的问题，更是摇了摇头。这里的破坏有结界攻势，也有武力攻势，但却有意隐瞒路数，很难推测是何方势力所为。可据老夫所知，仙海鱼族底蕴深厚，应该是有天神境强者坐镇的。所以能够确定的是，能够同一时间内将仙海鱼族毁成这般模样，对方的实力恐怖至极。楚风，这件事你还是不要参与了，无论对方是谁，但都不是现在的你可以面对的对手。摘星道长劝道。楚风没有回答，而摘星道长也不再多劝，而是小声叹息。他知道楚风的不回答便已是答案，他是劝不住楚风的。楚风这种重情义的性格，注定无法独善其身，注定是要卷入浩瀚修武界这场动荡的漩涡之中的。会是七界圣府吗？楚风又问。摘星道长短暂沉默，但还是道：有这个可能，七界圣府有这个能力，界天然也做得出这种事，并且他也有这个动机。但老夫观察过了，这里的七界圣府之人，当真只是来善后的，至少这里的七界圣府之人是不知实情的。楚风点头，他也观察过了，这里的七界圣府之人确实不像装的，他们应该是真的不知实情。但无论怎么看，七界圣府的嫌疑都是最大，可猜想没有任何意义。毫无头绪之下，楚风也只能祈祷小鱼儿和仙海少羽他们能够在仙海鱼族强者的庇护下躲过这场浩劫。而就在此时，忽然宛如猛兽低鸣般的声响于星空之中传来，顺势观望，那是七界天河的方向，但什么都看不到。是七界天河，摘星道长说道。七界天河，楚风意外，七界天河的声音传到了这里，那将会是怎样的大事发生？用这个看，摘星道长拿出2颗椭圆形的石头，其中1颗递给了楚风，此石名为观天神石，能跨越浩瀚星空，观察到远超视力范围内的景象。楚风与摘星道长皆是利用观天神石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观望，二者目光同时变化。摘星道长更是不由感叹，当今时代真乃多事之秋啊！在观天神石的助力下，楚风与摘星道长都能看到，在七界天河那神之时代巨大的虚影中心，有着一股力量浮现，那力量呈漩涡状，正在逐渐向外扩散。眼下虽然还未彻底成型，但这个方式扩散下去，最终应该会形成一道巨大无比、堪比一方世界的结界门。最主要的是，那股力量看起来与虚影乃是一体。神之时代要正式开启了吗？楚风问。神之时代早就开启了，只不过现在来看，是神之时代内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将要揭晓了。摘星道长道。楚风也明白摘星道长的言外之意，他们都推测，那就是一道结界门，那结界门必然是神之时代真正的入口。但以神之时代的力量，若要开启结界门，不必耗费如此大的功夫。无论那声音，还是这以迟缓速度开启的结界门，都是在通知浩瀚修武界各方势力的人马，是在给各方人马时间。这神之时代分明就是故意要让各方势力进行争夺。神之时代开启，前辈会参与吗？楚风问。摘星道长摇了摇头，对于这些，老夫不会参与。那倘若有朝一日，我若真与七界圣府彻底开战，前辈会站在我的对立面吗？楚风又问。真到了那一日，老夫也拦不住你吧？摘星道长道。晚辈知道前辈是好人，不想与前辈为敌。楚风说道。老夫懂，但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立场，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如我们期望那般。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之，我们都应该做不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摘星道长道。楚风其实也听出了摘星道长的意思，尽管已经离开七界圣府，但于他心中，他还是七界圣府之人。对于七界圣府，他不会见死不救。楚风啊，很抱歉，因为老夫的身份不能给你太多帮助，但我为你母亲做了一个预言，预言大概1个月后会出结果，你到时若是无事，可以来这里找老夫。摘星道长将一张地图递给了楚风，那地图上的位置与之前交给夏星辰和花花的地图相同。楚风也顺势接过。你接下来的打算，老夫便不问了。至于你想做的事，相信老夫劝也劝不住。不过你放心，老夫不会跟踪你。摘星道长后面这句话更像是一个保证，而楚风相信摘星道长的人品，他若真想对楚风如何，早就可以出手了。之后，楚风与摘星道长就此分别，楚风则是前往了武者商会会长所在的地方。武者商会遍布浩瀚修武界，尤其在仙海天河，更是驻扎了不少高手。仙海鱼族遇袭这种大事，武者商会自然也会关注。楚风很希望武者商会会长那里能够得到有关仙海鱼族遇袭的重要线索。当楚风来到武者商会会长闭关的山脉，很快便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但不是武者商会的长老，而是紫菱。楚风哥哥，你总算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紫菱来到楚风近前，不仅抓住楚风的手腕，更是认真打量楚风，生怕楚风受了伤。而看到紫菱如此担心自己，楚风也是心生惭愧。抱歉紫菱。楚风并未隐瞒，而是将他后面的一些事都告诉了紫菱。楚风本以为紫菱知道他解决小鱼儿的时候，又自己去寻找钥匙碎片，会责怪他，
可紫菱却嫣然一笑：“楚风哥哥，其实我也考虑过了，我虽很想与你并肩作战，但更不想成为你的负担。现在我们的实力确实还很弱，所以我决定了暂时留在这里修炼。一些事情你就先自己处理，我相信凭你的能力，你自己可以处理得好。等有朝一日确保能成为你的助理，再与你同行。”紫菱说道。见紫菱如此通情达理，楚风那揪着的心倒也是好了一点点。你们小两口有什么话不能进来说吗？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乃是武者商会会长。武者商会会长大袖一挥，便将他们二人一同带入了真正的世界之中。同时，一封信函也是飘到了楚风面前：“仙海鱼族留给你的。”武者商会会长道。